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白居易的《长安之夜记》。今天的话题可以说是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精准地击中了现代都市人的软肋，那就是买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一线城市买房。每当我们走在北上广深这些繁华大都市的街头，看着夜晚万家灯火，可能都会在心里默默问自己一句：哪一盏灯是真正属于我的？高昂的房价、沉重的房贷、漫长的通勤时间，这些似乎是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进程带给我们的特产。但是，如果您觉得这是现代人独有的烦恼，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1200多年前，回到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都会——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您会发现，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唐代顶级大 V、千古流芳的大诗人，也曾经在这座城市里，为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愁白了头、跑断了腿，经历了长达20年的西漂租房生涯。这位大诗人，就是我们从小在语文课本里背诵过他无数名篇的白居易。今天，我们就来翻开白居易的人生账本，做一次深度的历史硬核考古。我们不谈风花雪月，不谈诗词歌赋里的浪漫，我们就用最真实的历史细节、最硬核的经济数据来还原一个大唐中产阶级官僚的房贷与生活焦虑。看看这位大唐公务员是如何在长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一步步艰难地实现自己的安居梦的。这不仅仅是白居易个人的买房记，更是整个大唐帝国中后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面镜子。第一部分，长安居，大不易。这绝不仅仅是一句玩笑。我们常说一句话，长安居，大不易。这句话其实就和白居易有关。根据唐代笔记小说《悠闲鼓吹》的记载，白居易在16岁那年，带着自己的诗稿，满怀信心地来到了首都长安，去拜见当时文坛的大佬，著作郎顾况。顾况看到这个年轻人递上来的名片，上面写着白居易3个字，忍不住开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顾况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意思是长安这个地方物价极高，什么都贵，你想在这里居住下来，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你的名字叫居易，恐怕现实会狠狠地打你的脸。但是当顾况翻开白居易的诗卷，读到第一首，也就是那首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时候，顾况的眼睛亮了。他立刻改变了态度，感叹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细致耳。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天下哪里你住不下来？我刚才说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文坛佳话，天才少年凭借才华折服了前辈。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故事要残酷得多。顾况的后半句话居天下有甚难，只是出于对才华的欣赏而给出的精神鼓励，而他的前半句话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却是大唐长安城乃至整个中唐时期最真实、最冰冷的经济现实。白居易后来的人生轨迹完完全全地印证了这句长安居，大不易。才华可以让他获得功名，可以让他名满天下，但才华并不能直接变现为长安城里的一套大平层。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长安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为什么它的房价会如此之高？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没有之一。它的面积达到了惊人的84平方公里，是明清北京城的2.4倍。城内分为108个坊，常住人口最高峰时超过了100万。这里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天下巨贾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士子。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导致地方财富难以顺畅地上缴中央。为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和长安城的繁华，唐政府多次进行币制改革和税收调整，但这往往带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白居易生活的贞元、元和年间，长安城的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在当时的长安城，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一线城市来做一个类比。
长安城的布局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分为万年线和长安线。总体来说，东边的万年线因为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是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僚的聚集区，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富人区和核心政务区。而西边的长安线则是平民、商贾和下级官僚的居住地。在长安城买一套房子，哪怕是在相对偏僻的方，对于一个没有深厚家族背景的普通公务员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据现存的唐代买卖契约和史料推算，中唐时期长安城一套普通的3亩左右的宅院，价格大约在200万到300万文铜钱之间。如果是地段好一点的豪宅，价格更是高达1000万文以上。200-300万文铜钱是什么概念？我们需要结合白居易当时的收入来算一笔账。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西漂青年的第一份工作与租房岁月。贞元16年，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终于在长安考中了进士。在唐代，50少进士，29岁考中进士，绝对算是青年才俊，前途无量。但是，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做官，更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发财。唐代的科举制度和后来的明清不同，考中进士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还需要经过吏部的官试，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入职面试和专业技能考试。白居易又经过了3年的准备和等待，到了贞元19年，32岁的时候，才终于通过了吏部的考试，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是个什么官呢？这是一个正九品上的文官，主要职责是校对国家图书馆里的典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或者文史研究员。虽然级别很低，但是清流官，社会地位高，是很多宰相在年轻时都经历过的岗位。但是清流官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清水衙门工资低。白居易在这段时期的工资是多少呢？他在一首诗中明确地写到了俸钱16000，月给亦有余。也就是说，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6000文铜钱，一年算下来就是将近20万文。面对200-300万文的房价，白居易如果想在长安全款买一套最普通的房子，他不吃不喝需要攒上15年左右。这在没有按揭贷款制度的唐代，对于一个刚步入职场、家里底子又薄的年轻人来说，买房简直是天方夜谭。白居易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他早年更是因为战乱和饥荒，到处颠沛流离，属于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家里不仅不能给他提供首付，他反而还需要把一部分工资寄回老家，赡养母亲、接济亲属。既然买不起，那就只能租房了。白居易在长安的第一处落脚点是长乐坊。长乐坊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部，属于相对偏远的地段。他在这里租下了一位已故相国，也就是宰相家宅院里的一个亭子。请注意，不是租下了一套房，也不是租下了一个跨院，而是租下了一个亭子。他在诗中写道：茅亭四指空，出与一水通，此是相国地，今为无人居。堂堂大唐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竟然只能租住在别人家院子里的茅亭里。到了冬天，四处漏风，苦寒难耐。长安城的冬天可是非常冷的，没有暖气，只能靠烧炭。唐代的炭价也是出了名的贵。白居易后来写的《卖炭翁》，其实也是他自己在长安城里切身感受到冬天取暖不易的真实写照。虽然住得差，但白居易此时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毕竟30多岁，单身汉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16000文的月薪虽然买不起房，但对于单身生活来说，已经能够过得相当体面了。除去租房和吃饭的开销，他还能有结余，还能经常和好朋友元稹等人一起去喝酒、踏踏青。但是租房生活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没过多久，白居易就搬家了。贞元20年，他搬到了永崇坊。永崇坊的位置比长乐坊稍微好一点，但依然属于偏远地段。这次他租住的是华阳观，也就是一家道观。在唐代，寺庙和道观经常充当现在廉租房或者快捷酒店的角色，专门租给那些进京赶考的举子或者品级较低的官员。
住在道观里，环境虽然清幽，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重要的是，白居易面临着一个所有职场人都会面临的问题——通勤。唐代官员的上下班制度是非常严格的。长安城实行宵禁制度，每天早晨鼓声一响，房门打开，百官就要开始赶往皇城或者大明宫上班了，这叫上朝或者点卯。大明宫位于长安城的正北方向，而白居易租住的长乐坊和永重坊都在城市的正南甚至东南方向。这是一段极其遥远的通勤距离。白居易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骑着马穿越大半个长安城去上班。唐朝官员是没有公车的，必须自己解决交通工具，买马、养马、雇佣马夫，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白居易在诗里抱怨过这种痛苦的通勤生活：退朝复乘马，出门亦乘马，且求一身安，为侠及天下。每天退朝回家要骑马，出门也要骑马，颠簸的骨头都快散架了，连自己一身的安逸都求不到，哪里还有闲暇去兼济天下呢？这种又冷又远、寄人篱下的租房生活，让白居易深深地体会到了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压力。他开始迫切地渴望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用再被房东驱赶，不用再每天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上班。但这时的他还只能把这个愿望深深地埋在心底。第三部分，升职加薪、结婚生子与郊区买房的妥协。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居易在职场上开始崭露头角。到了元和2年，公元807年，36岁的白居易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是专门为皇帝起草机密诏书的岗位，可以说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虽然品质不高，但权力极大，是最靠近权力中心的位置。第2年，他又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是一个谏官的职位，主要职责是向皇帝进谏，指出朝政的得失。随着职位的升迁，白居易的薪水也大幅度上涨。据考证，他此时的月薪应该已经达到了2-3万文，再加上翰林学士各种名目的皇家赏赐，如布帛、瓜果，甚至冰块等，他的综合收入已经跨入了唐代中高收入人群的行列。事业稳定了，接下来就是成家。元和3年，37岁的白居易终于结婚了，妻子是弘农杨氏。结婚之后，单身宿舍肯定是没法住了，道观也是不能再长租了。随着妻子的到来，未来还会有孩子，还需要雇佣更多的仆人、丫鬟和马夫。家庭人口的急剧膨胀，让白居易对住房的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不仅需要一个住处，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宽敞的宅院。但是残酷的现实再次给了他一记重锤。虽然工资涨了，但在长安城里买一套能够容纳一大家子人的大宅院，依然是他无法企及的梦想。此时长安城的房价依然坚挺得让人绝望，买不起核心区的房子，又不想再租房，那该怎么办呢？白居易做出了一个现代很多都市年轻人都做过的选择，退而求其次，去郊区买房。他在哪里买的房呢？渭南。渭南位于长安以东，距离长安城大约有100多里的路程。在唐代，这绝对属于妥妥的远郊区，甚至可以算是另一座卫星城了。但是渭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地价便宜。白居易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渭南的农村买下了一处宅院，并把自己的母亲、妻子以及家族里的亲属全部安置在了那里。他在诗里写道：昔为长水头，今作魏村客。在渭南买房解决了家人的安居问题，但却给白居易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新问题：极端通勤。100多里的距离，在现代社会开车可能只需要1个多小时，但在唐代依靠骑马或者坐马车，单程至少需要大半天的时间。这就意味着白居易根本不可能每天往返于长安和渭南之间。于是大唐帝国的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开启了一种极度撕裂的双城生活。他的家在渭南，但他工作在长安。平时他只能一个人继续在长安城里租房，或者借住在官府提供的简陋宿舍里。只有到了节假日或者休长假的时候，他才能骑上马，颠簸100多里路，回到渭南的家里去和家人团聚。
这种生活状态在白居易这一时期的诗歌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写下了大量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比如官舍冷无烟，一家同客子。在长安的官舍里冷冷清清，连个做饭的烟火都没有，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永远在漂泊的客子。对于一个30多岁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男人来说，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安稳的住所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白居易在渭南买房，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质量，承受了异地分居的痛苦，但他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会在周末回到渭南的时候，在院子里种树、种竹子，体验一把田园生活的乐趣。但是渭南毕竟不是长安，白居易的心里依然燃烧着那个未曾熄灭的梦想，他要在长安，在这座帝国的首都，在这座见证了他青春和奋斗的城市里，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第4部分，人生巅峰后的跌落与50岁的首都安居梦。就在白居易为了生活和事业努力打拼的时候，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元和6年，公元811年，白居易的母亲在渭南家中因为赏花时不慎坠井而亡。按照唐代的礼制，官员遭遇父母丧事，必须立即停职，回家守孝3年，这叫丁忧。这3年里，白居易失去了所有的俸禄来源，只能靠以前的积蓄和亲友的接济度日。更糟糕的是，就在他守孝期满，准备重新复出的时候，朝廷里发生了重大变故。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藩镇派来的刺客暗杀，朝野震惊。白居易出于谏官的责任感，立刻上书要求严惩凶手。但是当时的当权者却认为他越权严事，并且拿他母亲坠井的事情做文章，说他母亲是看花坠井死的，而白居易却写过赏花和新井的诗，属于大逆不道、不孝之极。这显然是政治上的构陷和打击。最终白居易被连降数级，贬为江州司马，也就是我们在《琵琶行》里读到的那个江州司马青衫诗的江州司马。被贬江州是白居易人生和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的工资大幅度缩水，政治前途一片暗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沉重的打击也让他对人生、对功名，甚至对房子有了全新的思考。在江州，他不再纠结于长安的房价，这里的物价低廉，风景优美。他在庐山的香炉峰下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自己动手建造了一座草堂，这就是著名的庐山草堂。在这里，他听着瀑布的声音，看着山间的云雾，过起了一种隐士般的生活。他在《草堂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座房子的建造过程，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和满足。但是政治的冷板凳并不是白居易最终的归宿。随着朝廷局势的再次变化，白居易重新被启用，先后在中州等地任职。终于到了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已经50岁的白居易再次被调回了长安，担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这标志着他又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权力核心圈。而这一次回到长安，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买房。在长安城里买房，50岁知天命的年纪，白居易在这个时候终于攒够了钱。这笔钱不仅有他多年做官的积蓄，还有他在地方任职时的合法收入，以及他作为当时文坛领袖、畅销书作家所获得的润笔费、稿费。要知道，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可是风靡大江南北，甚至传到了日本、新罗，连街头巷尾的老太太都能背诵他的诗。很多达官贵人为了请他写一篇墓志铭或者碑文，愿意付出极其高昂的酬金。白居易看中的房子位于新昌坊。新昌坊位于长安城的东部，虽然不像宣平坊、升平坊那样属于顶级豪宅区，但也算是一个非常体面、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段了。当房契交接的那一刻，当白居易拿着钥匙走进新昌坊的这座宅院时，他内心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从29岁初到长安租下那个漏风的茅亭，到50岁终于拥有长安城的房产本，整整21年的时间。21年的西漂生涯，他经历了租房的窘迫、郊区买房的妥协、政治的打压、人生的起落，
如今，他终于在这个帝国的心脏扎下了根。他在诗中写道：“游踪且为悬车退，新宅出谋待郭村。水竹浅人先接引，琴书留仆待班矣。”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终于安顿下来的踏实感。终于有了房子的白居易，在新昌坊的宅子里种满了他最喜欢的竹子，修建了小水池。他甚至还专门写诗向老朋友元稹炫耀自己的新家。这座房子虽然不算极其奢华，但对于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出身的官员来说，这已经是他人生的巨大成功了。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当一个人终于实现了他半生的执念后，他往往会发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最终结局。第5部分，看透长安的喧嚣，洛阳吕道坊里的最终理想国。在新昌坊买了房子之后，白居易在长安安安稳稳地住了几年。在这几年里，他做过中书舍人，做过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长安城那繁杂的政务、复杂的党争，每天早起打卡上朝的辛苦，让白居易越来越感到厌倦。他发现长安城虽然繁华，虽然他在这里有了房子，但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大唐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但它的陪都在洛阳。洛阳号称东都，这里经济繁荣，文化底蕴深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氛围比长安要轻松得多。很多唐代的达官贵人在晚年都选择退居洛阳养老。长庆4年，公元824年，52岁的白居易主动要求离开长安，去洛阳任职。此时的他已经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也彻底放下了对长安的执念。在洛阳，他迎来了他人生的终极房产置换。白居易在洛阳的吕道坊买下了一座占地面积大的惊人的超级豪宅。这座宅院原先是一位散骑常侍的旧宅，它到底有多大呢？根据白居易自己的记载，这座宅院占地17亩，这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110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半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在这17亩的土地上，房屋建筑只占了1/3，水面占了1/5，剩下的全是竹林和花园。白居易在这里彻底实现了他的终极田园梦想。他引水入园，挖了巨大的池塘，里面种满了荷花。他在园子里种了上万竿竹子，他甚至还在园子里养了仙鹤，建了藏书楼。我们来看看白居易在洛阳这座豪宅里的神仙生活。他不用再去管朝廷里的党争，每天就在自己的园子里散步、喝酒、写诗。他买了一群能歌善舞的家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樊素和小蛮，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他经常邀请洛阳城里的文人雅士、高僧名道，在自己的园子里开 party， 组成了一个名震一时的香山九老天团。这时候的白居易完全摆脱了中青年时期那种因为没有房子而产生的焦虑和紧绷感。他从一个苦哈哈的大唐房奴、西漂青年，彻底蜕变成了一个实现了财富自由和精神自由的顶级富翁。他在《池上篇》中得意地写道：“10亩之宅，5亩之园，有水1池，有竹1000竿，地方得所，复性之足。以此过日，礼义何如？我有10亩的宅院，5亩的花园，有池塘，有成千上万的竹子。我在这里过日子，这种感觉怎么样？简直是爽翻了！”白居易晚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洛阳吕道坊的这座豪宅里度过的。他在75岁那年，安详地在这座他亲手打造的理想国里闭上了眼睛。结语：1000年后的回想，我们为什么能共情白居易？纵观白居易的这一生，我们会发现他的买房史简直就是一部大唐中产阶级奋斗史的缩影。20多岁初入职场，面对高昂的房价望洋兴叹，只能租住在漏风的亭子里，每天忍受长距离的通勤。30多岁结婚生子，为了家庭的安顿，不得不妥协去偏远的郊区买房，承受双城生活的折磨。50岁步入中年，终于攒够了钱，在首都的核心区买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实现了半生的执念。而到了晚年，看透了世事繁华，最终选择在一个更宜居、生活节奏更慢的城市购置了最终的养老之地。
这不就是我们现代很多都市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吗？我们在白居易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和他一样，为了在梦想的城市里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起早贪黑的努力工作。我们和他一样，为了凑够首付，精打细算着每一笔开销。我们也会和他一样，在深夜里焦虑，在挫折中迷茫。但是白居易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买房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在租住在漏风亭子里的岁月里，他写出了不朽的诗篇。在异地分居的日子里，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哪怕是被贬谪到江州，他依然能自己动手建起庐山草堂，找到内心的宁静。长安居大不易，但白居易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不断的努力和成长，哪怕道路再曲折，我们最终都能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的旅道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唐的繁华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白居易在千年之前写下的那些关于房租、关于通勤、关于买房焦虑的诗句，依然在今天这个时代产生着巨大的回响。这是历史的趣味，也是人性的共鸣。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